从证人缓脱梦其父，探寻人性的迷局与超脱。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常常会遭遇这样一类人，他们才华出众，却思想狭隘偏执，习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评判世界，最终让自己在生活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诸事不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列御寇》中证人缓脱梦其父的故事，借古人的智慧，洞察人性的幽微，找寻生活的真谛。故事的起点，郑家的风云突起。郑国有个名叫缓的人，在求是之地潜心苦读，仅仅3年，他便学有所成，成为了一名儒生。在当时，这相当于在一个学派中取得了高级研究员的地位。缓不仅自身学识渊博，还心怀家族，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身边的人。在他的影响下，家族中的兄弟们纷纷发奋，图强学业有成，如同现代高中分文理科一般。缓根据弟弟的特质，因材施教，引导弟弟投身墨家学派。然而儒家与墨家的学术观点大相径庭，这使得兄弟二人常常因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每当这时，缓的父亲总会站在弟弟那一边，支持墨家的观点。究竟是出于对小儿子的偏爱，还是真心认同墨家理论，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无疑让缓内心的愤懑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时光匆匆流逝，一晃10年过去，长期的压抑与愤懑最终让缓不堪重负。或许是某次激烈的争吵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缓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原本充满希望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令人唏嘘不已。托梦、怨恨与反思的交织。缓离世一段时间后，他的父亲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缓一脸愤怒地质问父亲：是我帮助弟弟走上墨家，之入可你却丝毫不念我的好，这么多年连到我坟前探望一下都不愿意，你可知我坟上的柏树都已经结果了。缓的这番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父亲偏心的抱怨。他认为自己为弟弟的成长付出了诸多心血，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然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缓的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夫造物者之报人，也不报其人，而报其人之天。彼故识彼，意思是造物主给予人们的是天性，而非单纯的才智。缓的弟弟之所以投身墨家，是因为其本身就具备钻研墨家知识的天赋。缓将选专业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无疑是在窃取老天爷的功劳。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庄子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些齐国人挖了一口井，便期待所有喝水的人都对他们感恩戴德。一旦有人没有表达感谢，他们就会愤怒地与对方大打出手。缓托梦抱怨父亲不感恩的行为，与这些齐国人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过度自负的表现。自恋，人性的暗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像缓这样自恋的人并不少见。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恋是人类的本能，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认为自己重要，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可，进而不自觉地夸大自己的成就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度的自恋可以增强人的自信心，使人更加乐观积极。然而，如果自恋过度，远远超出自身的实际水平，就会演变成傲慢与自大，最终给自己带来灾祸。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学术领域，部分人为了追求名利，不惜铤而走险进，行学术造假。曾经有一位知名演员以学霸自居，炫耀自己获得了博士学位，甚至被北大聘为博士后。然而，在一次直播中，他竟然连学术研究常用的知网都一无所知，这引发了网友对其学术造假的质疑。经调查，他的论文重复率极高，最终博士学位被取消。不仅自己的演艺事业遭受重创，母校的声誉也受到严重影响。这样的结果正是过度自负、违背自然规律所带来的惩罚。圣人与众人对自然规律的不同态度：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圣人能够顺应自然法则，不违背事物的本性，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普通人则常常任由本性驱使，盲目追逐身外之物，忽视自然规律。战胜自己是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挑战，而战胜人性中的虚荣、自私和懒惰等弱点，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这些与生俱来的人性之恶，如同潜藏在黑暗中的猛兽，时刻威胁着我们。如果我们不能战胜它们，就会被其吞噬。许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该专注的事情不去做，不该追求的东西却拼命强求，最终因为违背自然规律而自食恶果。圣人深知哪些是自己应得的，哪些是不属于自己的。正如《增广贤文》中所说：命利有时，终须有命；
礼无实莫强求。这句话蕴含的生存智慧与道家顺应天命的思想高度契合。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命运，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对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必过于执着。知与言，通往逍遥的抉择。庄子在故事的结尾评论道：知道亦无言难，知而不言，所以知天也；知而言之，所以知人也。古之治人，天而不仁。理解道并非难事，难的是不随意谈论自己所理解的道，了解道却不妄加议论，这是顺应自然的表现。了解道后却信口开河，这便是人为的行为。古代的智人能够顺应自然，不为世俗人情所左右，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真正实现逍遥自在，摆脱生活的束缚。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对于各种事物也会形成自己的见解。然而，我们应当学会克制自己表达的欲望，避免盲目跟风和妄加评论。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时，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虚荣和利益所诱惑，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得失。郑人缓托梦其父的故事，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中的种种弱点。他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谦逊的态度，正确认识自己，避免过度自恋。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我们要顺应自然规律，不盲目攀比，不急于求成。当我们学会放下心中的执念，顺应自然的安排，或许就能像古代的智人一样，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逍遥天地，实现内心的宁静与自由。希望这个跨越千年的故事能够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指引，帮助我们在面对人性的考验时做出正确的选择，书写出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尽管时代更迭变迁，郑人缓托梦其父的故事所承载的智慧却从未褪色，持续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宝贵的借鉴。在竞争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这一智慧的光芒尤为显著。不少员工在项目取得成功后，将所有功劳都归于自己，忽略团队成员的付出以及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就像某些销售因公司搭建的优质平台和团队的协作取得了出色的业绩，便沾沾自喜，觉得全是自己的能力使然，对同事和公司的支持视而不见。长此以往，不仅破坏团队和谐，还可能因过于自负，做出错误决策，导致职业生涯陷入困境。与之相反，真正明智的职场人懂得感恩团队的支持，明白自身的局限，始终保持谦逊，稳步前行。在人际交往中，过度自恋同样是破坏关系的元凶。一些人在与朋友相处时，总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对朋友的付出习以为常，甚至贬低朋友的价值。最终，朋友会逐渐疏远他们，使他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相反，那些能够换位思考、珍视他人付出的人，往往能收获真挚的友谊，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要摆脱自恋的束缚，实现人性的超脱，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努力。一方面，要养成自我反思的习惯，定期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发现并纠正过度自负的倾向。另一方面，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批评，将其视为自我成长的契机。此外，培养豁达的心态，正确看待得失，不过分执着于个人的成就和荣誉。郑人缓托梦其父不仅仅是一则古老的故事，更是一份珍贵的人生指南。它让我们认识到人性的复杂以及过度自恋可能带来的危害。当我们以谦逊的态度、豁达的胸怀去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顺应自然规律，便有望突破人性的迷局，实现心灵的自由与超脱，收获幸福美满的人生。让我们铭记这跨越千年的智慧，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为生活增添绚丽的色彩，为心灵寻得永恒的栖息之所。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成长为更好的自己。